在之前的很多期，老王已经给大家分享了很多动作的练习，并且告诉大家这个动作对什么样的情况有所帮助。那么今天呢，我们换一个思路，讲一讲这些动作设计的底层逻辑，让大家在练习的时候能够更清晰地体会这个动作的功效。当你明白了这个动作的底层逻辑和设计初衷之后，你的逻辑性和目的性也就更清晰了。那么我们今天要说哪个动作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动作，我们依然是大小腿90度，先在双腿中间换到一个弹力带，这个弹力带尽量越轻越好，不要太重，否则会影响我们的动作。然后我们将上侧的腿微微打开一点，撑住这个弹力带，启动我们上侧的臀肌，然后吸气依然是脊柱延伸，呼气让我们上侧的膝盖带动我们的骨盆有一个向前旋转的力量。对，这个幅度可能也不会很大，根据你个人的情况，如果你现在的骨盆活动度很低的话，可能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幅度。然后吸气拉回来，呼气让我们上侧的，也就是左侧的膝盖引导我们的髂骨有一个往前旋转的力量。好，吸气回正。这个动作我们是解决一侧髂骨旋后的一个纠正性练习。那么首先我们就要知道，当我们一侧髂骨旋后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发生了什么？我们的相关的肌肉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首先，当我们一侧髂骨旋后的时候，我们讲我们的髋关节是处于一个内旋位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内旋内收肌群是相对比较紧的，外展外旋肌群是拉长的。那么现在我们以左侧髂骨为例，当左侧髂骨旋后的时候，我们的骨盆应该是有一个向左旋的趋势，同时我们的内收内旋肌群是偏紧的，也就是我们同侧的内收肌还有我们臀大肌的下束都是一个缩短的状态，而我们臀大肌的上束是处于一个拉长状态的。那么我们要设计一个动作的时候，就希望我们的骨盆有向右旋转的能力，同时我们左侧髂骨旋前，同时还能兼顾我们的髋外展的能力，也就是激活我们臀肌的上束。基于这样的底层逻辑，我们就设计了刚才的这个动作。这个动作是我们上侧的膝盖向远延伸，引导我们的骨盆有一个向右旋的趋势，同时左侧髂骨旋前，然后我们又加入了美臀带，让它有了一个外展的对抗，所以我们上述所说的这3个作用全部都实现了。这就是我们设计这个动作的底层逻辑。最后我还要说，其实没有完美的动作，只有适合的动作。所以我们在一线教学中，可能根据我们的评估，先尝试一些动作，做一些纠正性训练。但是如果效果收效甚微的话，我们也会不断的调整动作，找到更适合你的动作才是有意义的。所以在线上答疑或者在线下我给我的会员留家庭作业的时候，我要跟他说，你先去尝试，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再跟我沟通。因为还是那句话，没有最完美的动作，只有最适合你的动作。那么今天的分享呢，我也是做一个尝试，如果大家觉得这种方式也不错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打个1。那么我会在后续的视频中依然采用这样的方式给大家做一些动作的精讲，让大家更清楚的明白每一个动作的底层逻辑。好了，关注老王做深度思考练习者，我们下期再见。